中国内地会顾名思义就表示说这是特别为中国设立的。中国内地会不去其他国家，就说不去南美洲，不去其他的地方，它单单为中国，而且他们的目标是要到中国内地，并不是说所有的宣教士都在内地了，因为他们的宣教中心呢在上海主要是在上海，所以当然一部分的人在上海，但是呢，渐渐他们会把宣教的工作呢进入到中国内地。他们的目标是希望中国每一个省份都至少有一队宣教士在那一个地方。那当时西方宣教士呢，一方面主要是在沿海的通商口岸一方面呢，即使到了北京条约以后，可以自由到内地传教，但大部分的宣教士呢，都还是只在中国沿海的地区。当然，从东北地区一直到南边的广东都有宣教士，但是很少人呢再深入，再到内地里面去。那中国内地会的目标呢，就是认为说应该深入到中国内地。好，有关内地会他们传教的策略这一方面呢，我们在下一课的时候会再讲到特别我在跟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线比较的时候，那时候我会比较详细讲到。那我们在这里呢比较集中讲戴德生本人他1865年设立中国内地会以后，那么就带领了一批宣教士来到中国。那内地会呢，后来成为西方的所谓信心差会跟内地宣教的榜样如果我们讲西方宣教历史西方宣教史的时候，也一定会提到内地会因为呢西方宣教史呢，更正教，特别是更正教宣教历史呢，大部分的人都是1792年一位叫克里威廉到印度来作为开始更正教呢是1792年克里威廉到印度做宣教工作。后来还有其他的一些宣教士到不同的地方，那一段时期称为沿海宣教时期克里威廉在印度，他也是在印度的沿海。那其他宣教士呢，无论到非洲，无论到中国，或者到其他地方，大部分也在沿海地区。所以那段时期在西方宣教史上称为沿海宣教时期。但是到了戴德生1865年设立中国内地会以后，那么西方宣教史呢就以他作为分界线。所以就看到戴德生在宣教运动上的重要性跟地位从那时候开始就称为内地宣教时期。内地宣教时期呢，并不是说就没有人在沿海而是说宣教师呢就开始进入到内地那像最有名的就是戴德生的中国内地会，他就到中国的内地去。那另外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师叫李温斯顿Livingstone 李温斯顿，那他就深入到非洲内地所以他被称为非洲宣教之父，因为他深入到内地，非洲内地里面哪个地方可以设宣教站哪一个地方的风俗民情民族性语言，他都有很详细的报告。那成为后来在非洲内地宣教的打了很好的基础所以呢，戴德生可以说是西方的内地宣教和所谓信心差会的一个始祖信心差会我刚刚讲过信心差会呢，就是说内地会这个宣教团体，他们讲到他们的原则的时候呢，他们讲到他们的宣教原则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凭着信心按照神的呼召去做他们所要做的工作。经会上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不公开向人征款，不向人筹款在当时那个时期，神给他个人的感动，就是说他有需要，他不向人说，只向神说，让神感动人来帮助他们的需要。当然他并不是说他就不向人讲，只是他不公开向人筹款。当然传教士会写祷告信，传教士会报告他们工作的情况，但是他不会公开说请你捐1000万给我，或者请你捐多少钱给我，他们不会公开向人做这样的要求，就是所谓信心差会的原则。那这个信心差会呢，后来很多西方宣教师呢，宣教团体也用这样的一个原则。他自己呢把一生献在中国他是死在中国在1905年的时候就死在长江就把埋葬在长江的旁边。他的妻子，他第一个妻子就是他的原配，他第一个妻子呢也是因为生病死在中国。那他的孩子当中有4个孩子也死在中国，也就是说他把他的一生，把他的家庭都奉献给神。那到现在为止呢，戴家有5代5代不是6代是5代，有5代呢在中国宣教那我们各位看那张图里面就可以看到那第一代戴德生是第一代那他的儿子第一代、第2代、第3代、第4代、第5代，到现在为止的第5代也是一样在中国做宣教的工作所以可以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一句话，在他们这个家族里面是落实了。
戴德生呢讲过很多很有名的话哈，对后来的宣教士对基督徒有很大的帮助。那其中一句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假如我有千磅阴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哈，这是他很有名的一句话，表达他对中国的爱、对中国的奉献跟牺牲的精神。不过在英文里面呢还多哈，英文我们通常中文翻译的时候没有翻译下一句。事实上，英文里面还有一句，在这里我们写出来。英文这句话，他就讲到说 ，No, not China, but Christ。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把千磅的阴金，把千条性命都给中国。他说，其实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他意思就是说，我是为基督的缘故，我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在中国这个祭坛上。当然，我们中国人很感受他对中国的爱，但是我们晓得他爱基督，因此他爱中国哈。我们不要只是从中国人自己的角度说，哇，他这么爱中国哈，他爱基督，那么神选召他来中国，他就忠心的在中国尽他的本分哈。所以他说 not China but Christ。然后接下来说 Can we do too much for him？ 就说我们为他所做的，难道会觉得太多吗？我们为他所做的其实是太少了。他的意思是说，千磅阴金其实都不够，千条性命也不够哈。我们为基督所做的，事实上呢，我们摆上的是太少了，根本微不足道哈。好，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哈，就是我们都晓得的。另外一句呢，就是他讲到信心的原则哈，信心原则。他在勉励当时的宣教士，勉励他的同工们说：神的工作如果照神的吩咐去做，照神的方式去做，绝对不会缺少神的供应，神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我想这句话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对传道人、对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首先要知道，你所做的是神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不是我们差会的工作，不是我们这个教会的工作，你是在做神的工作。神借着你这个人，神借着你这个教会，神借着你这个差会来做他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那既然是神的工作，你要按神所吩咐的方式去做。他说 God's way 就是神的道路，神的方式。你如果是照神所吩咐的方式去做的话，那么神一定会供应，神一定会负你的责任。你不要担心，不要以为你会有缺乏，神一定会供应你这是他很有名的一句话哈，很有名的一句话，这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很大的帮助。第四位是李提摩太哈，李提摩太呢，他也是英国人。那各位可能会问说，怎么这些宣教士大部分都是英国人呢？我们晓得哈，宣教工作跟这个国家的国势，跟这个国家的这个实力有很大的关系哈。初期的宣教士，天主教宣教士大部分是荷兰、是葡萄牙，因为在13世纪、14世纪、15世纪的时候，那时候葡萄牙、西班牙他们在海上的势力，他们在国家的整个的财富实力上比较强。那么渐渐到了16世纪、17世纪、18世纪以后呢，主要是英国英国跟法国。法国主要是在陆上，英国主要是在海上然后他们在整个国家的实力强，国家实力强的时候，就有很多宣教的人才可以出来，因为要对外宣教，要有人才，要有钱财。那么当一个国家的实力强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金钱可以来支持宣教的工作，而且教会得到复兴，有足够的属灵的资源，就有很多的人愿意出来。因为本国也需要人才嘛，对不对？本国的教会也需要有传道人、有牧人去牧养他们。然后要到海外去的话，这是需要第二种的呼召第二种的呼召就是说，除了重生得救的呼召以外，要愿意再现生出来，那么一定要属灵的光景以及国家的整个实力有够大的力量。所以初期的传教士呢，特别是更正教的传教士，主要初期的时候都是英国人。然后接下来渐渐你会看到美国的宣教士开始出现了，就随着美国渐渐开发以后，美国基本上是1800年19世纪初期西部大开拓以后，美国的国势才渐渐的强盛。所以当他国势强了，他渐渐具有能力才派宣教士出去。李提摩太呢，他也是英国人，1870年2月到上海。好，那我们讲到1870年2月到上海的时候，我们晓得北京条约1860年，那么到1870年已经有10年的时间，所以那时候中国的宣教工作呢，已经开始深入到内地，已经有相当的基础，而且北京条约以后有宣教自由
戴德生的中国内地会1865年就已经成立了，所以李提摩太算是再晚一点点的稍微再晚一点点的一个宣教士。那他先到上海，后来到山东，后来也在山西做宣教的工作。李提摩太呢，主要是1890年的时候办了一个中文的日报叫《时报》，然后接下来他几乎一生里面主要的时间呢，都是参与广学会的工作，他可以说是广学会的一个负责人广学会呢，1891到1915年这一段时间呢，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的一个出版社这个出版社的范围很大的，它出书、出小册子、出单章，那当然很重要的是出杂志。同时呢，广学会也有一点宣教的工作，不过基本上是一个出版社，是一个文字机构那可以说是在中国的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出版社那等到我们下一课讲到戴德生跟李提摩太宣教方式的宣教路线的比较的时候，我们会详细再讲到李提摩太和广学会所做的工作那他在1901年的时候，也就是庚子事件以后，他就要求西方的政府说，你们把一部分的钱把本来中国要赔偿的钱呢，把它拿出来在山西设大学，因为他认为庚子事件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教育没有普及所以他认为如果教育普及的话呢，就可以减少类似这样的仇外的事件所以呢，他就在山西设立了太原大学。他一生里面写过很多的书，有一些是用中文写的讲到西方的历史西方的科学技术特别他比较多是文化政治制度这一方面的介绍他介绍西方的这些思想观念，也包括基督教的教义。所以呢，他在当时的宣教士当中是很特别的一位，主要是以文字工作为主的。好，下一位呢叫林乐知，他就是一个美国人1860年来华。好，我们看到1860年来华，我们有一个了解有一个观念。北京条约以后，他来中国，他曾经担任翻译编辑还有教书就是在学堂里面教书。但是从1868年开始呢，他就渐渐的他就开始做文字的工作他先办了一个周刊叫《教会新报》，那到1874年的时候呢，《教会新报》就改名叫《万国公报》。万国公报呢，变成是在中国呢发行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份杂志那当时的人称说西学新知之总会意思就是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如果想要了解西方的知识，要学新的学问的话，一定要看万国公报。那甚至呢，连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很重要的政府的官员呢，他们都要订这份杂志。那甚至他们想出钱支持这份杂志，因为这些是改革开放的，是比较维新变法知道中国一定要接触西方世界的一群人，所以呢，他们非常的看重这一个万国公报连后来就是孙中山先生写的致李鸿章书、上李鸿章书，都是在万国公报里面发表的也就是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呢，对万国公报呢非常的重视而且他不只是办万国公报，后来他也在上海办了一个叫中西学院，又办了中西的女塾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以文字教育工作为主的一个人。那李提摩太、林乐知他们两位就比较相似，基本上呢都是做出版做推动的工作。李提摩太的活动范围是比较广的他是一方面呢主持着广学会，万国公报是广学会里面的一个报纸万国公报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是属于广学会里面的其中的一份杂志但是因为万国公报的影响力太大了，所以呢很多人只知道万国公报，不知道有广学会。事实上呢，万国公报是广学会的许多的文字工作当中的一个，当然它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一个。好，第六个呢，我们要介绍的叫顾约拿丹Jonathan Goforth。Jonathan Goforth， 这个 Go Forth 这个姓取得真是好Go Forth 就是往前行、往前冲、往前走Go Forth。好，顾拿丹他是一个加拿大人1888年就更晚了1888年来中国。那开始的时候在河南传教，戴德生那时候已经是很多西方宣教士的一个等于领袖一样很多西方是很尊重他，所以戴德生呢就勉励这个新来的宣教士，劝勉他说：你要以膝盖来带步Go forward on your knees 就是说你要用膝盖带步。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你如果要进到中国内地，你一定要祷告，你要靠着祷告，
来求神引导带领你，不要想说你用脚想说用我的腿，我可以跑得很快，我可以跑得很远。他说你一定要用膝盖来带步我在这里介绍这些人的时候呢，尽量介绍一些他们讲过的一些很有名的话那盼望这些话呢，都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跟勉励。在当时，戴德生就劝勉他说：“你要用膝盖来带步不要用飞跑的腿、飞快的牲畜，想要来为神做什么这是以赛亚书那边所讲的。我们要学习在膝盖里面，在祷告里面，让神来带领。1908年呢，他在东北呢带领的教会的大复兴那主题主要就是撒迦利亚书4章6节，有没有哪一位能够背出来？撒迦利亚书4章6节，不是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他当时主要就是不断的传讲这个信息，不靠势力，不靠才能，靠神的灵方能够成事当时呢，在东北的大复兴的时候，几千个人受洗。今天我们可能会说几千人受洗好像不多今天在中国家庭教会里面几千人受洗也是很常见的。但是在当时，在那一个时代里面，有几千个人同时间能够受洗是表示说当时福音的工作在中国东北地区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力。通常我们讲大复兴，大复兴什么样叫做大复兴呢？也就是说，一般我们讲 revival 这个词的时候，今天复兴这个词已经用得很普遍了大家随便都用大复兴。实际上，大复兴的定义意思就是说，一定呢是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重生悔改、认罪悔改，那重生得救这是一个原则。就是说很清楚的认罪悔改，不是广广泛泛的说我愿意决志，我愿意做基督徒，很清楚的、清清楚楚的认罪悔改、重生得救，这个才可以称之为大复兴。同时，大复兴呢，在教会内有影响，在社会上也一定要有影响的，才能够称为大复兴。意思就是说，有很大量的基督徒信主，然后呢，影响了、改变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比如说，像在英国大复兴的时候，那时候酒馆几乎都关门，就那时候那些喝酒的那些酒吧几乎都关门，因为那些人就不再醉酒了，那么就不到酒吧去了。或者是整个社会上大家都感受得到说，怎么最近社会风气改变了，很少打架，警察怎么都没有事做了或者是整个社会上那种赌博或者是那种淫乱的风气，怎么一下子减少了非常的多，很明显的看到社会上的改变。不是他去传社会福音，而是信主的人在社会上发生了影响力，这个才可以称为复兴。同时呢，通常复兴要持续长久的时间，通常应该至少持续几十年的时间，这个才称为复兴。如果说这个复兴运动1个月以后就没有了，那这个就不能称为复兴运动那可能是一时的兴奋。复兴运动呢，一定是长久的，时间长久，经得起考验的这才称之为复兴。那顾约拿单呢，当时在中国教会里面呢，有在东北那边产生了很大的复兴运动。他一共生了11个子女，其中有5个都夭折在中国。夭折呢，也就是说，当时宣教士的子女在中国出生，因为一方面天气很炎热特别是内地的话，如果是在夏天出生，常常会得热病，就所谓热病那所以呢，很多孩子呢，通常在刚出生不久就死了所以当时这些宣教士呢，孩子夭折比例是相当高的自己呢就有5位是夭折在中国。最后呢，我们介绍叫剑桥七杰剑桥七杰呢是在1885年的时候，有7个英国剑桥大学很杰出的毕业生呢，加入中国内地会到中国宣教。那剑桥大学，各位晓得，剑桥跟牛津不一样剑桥是比较贵族化的学校，牛津大学是比较平民化的学校那所以呢，能够进剑桥大学的大部分就是贵族或者是比较有钱的子弟那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当然他们在英国都会有很好的地位、很好的出路。而这7个剑桥的毕业生呢，他们在读书的时候呢，或者是学术上非常的杰出，或者是在运动上非常的杰出。那当时英国也是国势很强盛的时期，所以这些剑桥的毕业生呢，他们毕业以后可以说是前途似锦。但是呢，这7个毕业生同时愿意加入内地会他们在可以说要来中国宣教之前他们在英国呢就举行了很多的可以说见证聚会见证说神怎么样来呼召他们。所以呢，他们在英国各地所做的见证聚会呢，影响了很多很多的大学生，特别影响很多的学生愿意来加入宣教的工作。当时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就在传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说什么呢？
除非你完全降服于神，否则你就不能知道他的心意。一旦你降服了，他就会告诉你他要你做什么。一旦降服了，他就会告诉你他要你做什么。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罗马书12章1到2节哈。罗马书12章1到2节，我们通常从前面来看的时候，好像是强调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要完全的把主权献给神。事实上，你看到后面的时候，后面主要是讲到要查验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其实，如果我们从后面来看前面的时候呢，就会看到我们很多人会问说：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我为什么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为什么常常神的旨意对我来说好像是隐藏的呢？其实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很简单，要明白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唯一的条件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个不愿意把自己完全献给神、顺服给神的人，很难知道神的旨意。不是神不愿意让你明白他的旨意，而是因为你自己心里面已经有主见，你有很多的保留，你有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因此你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早就很明显，神的旨意已经写在圣经里面，这是神的旨意的通则，已经在圣经里面。那神的旨意的细则，圣灵随时的引导跟带领我们哈。但是只有一个顺服的心灵，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我们明白神纯全、善良、可喜的旨意一个先决的条件哈。那这剑桥七节他们所传这个信息，就是告诉我们，你若要没有完全顺服于神，你就没有办法知道。那么你知道了，你降服了，神一定会告诉你说你当做什么。他们的信息呢，对英国、美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他们是1885年献身来中国宣教。后来这7位当中，那有一位呢，后来到了印度。那另外6位呢，就长时间在中国。后来内地会的几任的总干事当中，有几位呢，就是剑桥七杰里面这一些人哈。好，这是剑桥七杰哈，我们简单的介绍这几位比较代表性的。那这个时期呢，因为宣教有自由，传教有自由，所以呢，他们充分利用这个自由呢，街头的布道、医疗、赈灾、办学校、设教会，还有从事文字工作。马里逊的时候，那时候宣教没有自由，所以他的文字工作是在马六甲做的，是在马来西亚那个地方做的，在那个地方做以后，然后再把它带到中国来。但是呢，这个时期他们就可以在中国设印刷厂、办出版社、办杂志，那么自由的在中国可以做宣教的工作哈。那赈灾的工作呢，也是当时做过很多次的。那这我们在下一课我们会提到哈，就当时呢，宣教士呢，他们在赈灾的工作上他们尽了很大的本分哈。当时中国很多的水灾、旱灾，那有灾难的时候，这些宣教士就写信到本国去，要求本国的基督徒来支持中国的灾区他们在这一方面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深入到内地跟偏远的山区去那宣教士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呢，目前在中国我们在第一天讲的时候已经讲过在中国现在学术界所出的很多的书里面，都已经讲到宣教士在中国的工作，像贵州、云南、甘肃、西藏宁夏很多这些中国人自己都不愿意去的地方，那这些宣教士呢，他们都是长期在那个地方，他们在那地方就是设学校、设医院，同时传福音所以今天中国所出的很多的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书里面，他们都也客观的已经写到当年宣教士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办了学校，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帮助当地的人像这些事实呢，当时都已经有这是当时的宣教策略。另外呢，有几次的宣教会议里面呢，在3次的宣教会议里面，1877年、1890年、1907年，这3次的来华宣教士的全国会议来华宣教士主要是希望传教士，然后到第2次开始，第3次呢，就是有很少数的中国传道人也参与在这个宣教会议里面呢，他们就选代表，那么向政府来表明基督教的立场。也就是他们那时候感觉到说，很多的教案不断的发生，很多排斥基督教的一些争执不断的出现，所以他们宣教会议里面呢定一个原则，就是说选派代表，然后希望他们能够代表写文章给中国的政府，让中国政府了解到底基督教是什么，也让中国的民众能够明白基督教基本的教义到底是什么这就有点像奥古斯丁当初写的《上帝之城》，
也是因为罗马政府逼迫基督教，有很多人攻击基督教，所以奥古斯丁呢写了这个《上帝之城》这本书啊，他主要是来说明基督教的教义是什么，基督教是什么，不是什么啊。像这种副教性的作品呢，这是当时的宣教士呢，他们也决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宣教的策略哈。同时呢，也在这些宣教会议里面，他们讨论在华宣教的一些利弊得失。同时呢，在宣教会议里面，他们也决定要选派代表来翻译圣经，所以那个代表译本跟后来的和合本圣经也都是在宣教会议里面所决定的。同时在宣教会议，他们也提出了许多的报告，做了很多的统计，知道宣教大概的情况啊。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一下有这几次的宣教会议啊。宣教会议呢，也是必须在信仰比较自由的时候才能够做。所以你看，第一次是1877年。虽然西方宣教师1807年就开始来中国，更正教了1807年就来。那1877年，当他信仰可以有自由的时候呢，这些宣教师就可以开会、可以讨论、可以整理哈。所以这是开放的好处。1877、1890、1907这3次的宣教会议呢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时期宣教策略的评估呢，我们到第7课的时候到了第7课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会详细再来说明戴德生的宣教策略、李提莫泰的宣教策略，他们两者之间优点在哪里，限制在什么地方，那么以及今天我们在中国的宣教策略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所以我们在第7课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好，我们这一堂就停到这。